各位朋友，欢迎你来到1号真相台，让我带你穿越谎言的迷雾，抵达真相的彼岸。这两天川普去了中东，据说拿下了万亿美元的投资大单啊！有这个中国内地的朋友呢给我发私信说，浩哥，现在中国的这些精美的公知们啊全兴奋起来了，爆赞川普啊，果然是美国的千古一帝呀！你看看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嗨，其实这事儿就是中东的这些大户们，人家成会玩给川普画了一张空气大饼而已。真正的那些懂得经济的那些华尔街的大鳄对此事的反应是什么呢？你看股市你不就明白了吗？那股市涨了吗？没涨嘛，大家都明白嘛。川普就是一个好大喜功的这么一人，你知道吧？所以人家大户一看他喜欢这个，来了以后开空气支票呗。路透社报道川普是15日抵达了阿联酋，与总统穆罕默德见面，人工智能可能成为他最后一战的重点议题。根据报道，美国呢考虑允许阿联酋进口超100万个英伟达的先进的 AI 芯片。老黄这次也跟着去了是吧？这个川普呢在之前访问了卡塔尔。白宫14号发布消息，川普当天与卡塔尔签署的协议促成了价值 1.2 万亿美元的经济往来，双方达成的经济协议总额超过2400亿美元，其中卡塔尔同意以960亿美元的价格购买210架波音飞机。你看到没有？那有人说，你看中国不要波音飞机了，有的是人抢着要吧。可是呢，你想想卡塔尔那国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也就200万人口吧。200万人口，他现在整个国家的飞机也就100多架。200万人口用波音飞机用210架，用得着吗？一个人发一架专机所以说这就是那多少年能完成呢？对不起也可能50年，也可能100年。是吧？谁知道呢？是吧？反正用不了那么多吧。而且呢，这个有报道说说这个卡塔尔买了飞机，沙特买了1420亿美元的军火。那位说，那沙特要跟谁打呀？沙特不跟谁打就是这中东的大户王爷们说，为什么要高规格的接待川普呢？好，川普这次去获得的这个礼遇跟国王一模一样的，因为大户们知道川普喜欢这个，那个派出了战斗机护航。
记者呢人正在阿联酋，那特朗普呢预定呢是在当地时间今天下午来抵达阿联酋进行国事访问。但是这次白宫公布特朗普的行程安排呢是直到大白天才来发出，这是我采访白宫10几年来呢十分罕见的一个状况。主要的原因呢，据记者的了解，其实是特朗普一直在等普京会不会到土耳其参与谈判。那实际上呢，就美国媒体的统计特朗普在竞选的期间呢做的最多次的承诺就是他打包票，一上任24个小时之内就会解决俄乌冲突。那这也是他急切呢在上台之后积极促成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在沙特进行和谈的原因。而特朗普这一次的中东之行明白显示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向就是阿拉伯的海湾国家将成为美国执行外交的关键。特别呢是在国际当中呢扮演中立角色的沙特阿拉伯。而众所周知呢，沙特阿拉伯希望将叙利亚的新政府拉入以其为首的阵营当中。这也是特朗普在此访当中呢积极配合宣布全面解除对叙利亚制裁的原因。不过呢，这一决定并不符合美国传统盟友以色列的利益。以色列强烈反对解除制裁，所以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接下来的发展呢，值得关注。那中东地区呢，在整个国际政治跟经贸当中的角色正愈发重要。记者呢，在中东的报道中就感受到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也在稳步的推进当中。这次呢，记者在沙特的采访的过程当中呢，我发觉呢，沙特的首都利雅得是充满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去年9月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商品市场也在利雅得开张。那由于当地的中国人激增，甚至在记者到沙特前的3天呢，利雅得还开了全中东第1家的沙县小吃，这都显示中国与沙特在各个面向连结是越来越紧密。川普这次所谓的拿下了1420亿美元的军售合同，也是一个空气大饼。因为沙特咱不得不说，沙特的现在这个王储也叫萨勒曼嘛，是吧？这家伙呢是一个开明之主。你看看沙特的这些妇女现在呢她都不用包头了，还能甩头发向川普致敬，那叫头发舞。而且他的王妃还一个个跟川普握手，是吧？沙特这个国家以后在这个萨勒曼的领导下呢，逐步的走向开放与现代，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国家。不过呢，所谓的1420亿美元的这个军购合同那纯属给川普画空气大饼因为他自己也知道花一半的钱就可以从中国买来碾压美国军火的那些系统性的装备这次的这个印巴的空战大家都看出来了。但是这1420亿美元那也要给你分成50年买呗甚至别说50年了，5年以后川普在哪儿谁他娘知道这就是哄川普高兴，大伙中东王爷们一块儿哄川普玩你从我刚才给大家说的一些数据中你们明白了吧，对吧？而且这一次呢，川普呢没有去以色列，就是说美国的媒体前2天就报道说他已经跟那个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闹翻了。为什么闹翻了呢？因为内塔尼亚胡呢以为他是美国的干爹，他想把川普的权力给架空，他专门找了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私下里去谈了，让川普给知道了。川普最烦的就是这个，所以呢根本就不搭理内塔尼亚胡了，据说把他从白宫的通讯录上都给拉黑了这一次川普也有示威的意思。你看叙利亚我都跟那个中东的王爷们说好了他们接纳他，对吧？叙利亚说实在的，以前的时候叙利亚大腿抱错了，他不是老抱俄罗斯的大腿，俄罗斯都瘦骨嶙峋的了，能给他啥呀？他早抱中国的大腿，弄上几个营的歼10C过去，你看看谁还敢打他？是不是这意思各位所以这一次呢，中东之行获得了万亿美元的这个空气大饼，中国的好多的精美的公知又开始跪舔上了。你比如说这个叫宋中平的，川普中东行收获满满，经济政治实现双收割千万不要以为川普去中东只是走形式，没有实质性内容。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对国际政治可谓是一无所知。你看这舔的好家伙，这宋中平好吧，实际上呢结果是什么呀？结果就是川普去了以后然后呢中东王爷们联合起来给川普极高的这种国王般的待遇，给他画了一个空气大饼
实际上对美国这边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促进作用呢？现实看来啊，除了那个空气大饼画的挺大以外，美国经济和人民看不到现实的好处，拉成50年，这大饼也吃不着啊！问题是，川普这个只能是选举，中期选举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还指望着中东王爷们会兑现承诺呀。现在给我一个很真实的这种感觉，就是说中东的王爷们跟中国在玩真的，玩实的，跟美国跟川普玩虚的，玩假的。你们同意我的判断吗？各位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